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回到我的视频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眼前的这一款 MMC 出品的 R48号奥利安派克斯。当然呢，你在搜索商品的时候呢，直接可以叫它 IDW 擎天柱就可以了。简单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包装盒吧。在盒子的右下角呢，比较大的亮点呢，就是 MMC R 系列的10周年纪念，然后后面呢是这款奥利安派克斯它的各种玩法介绍。这款玩具最大的亮点呢，当然是在人形态下呢，它拥有一个非常强的可动。除了肩膀它向前倾的幅度不是很大之外呢，整个身上呢可以说是满足了一个超可动的玩具标准。目前市面上呢很少有人偶呢可以达到这样的角度。在人形态的背部这里呢，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枪呢这样安插进去。同样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架设在它的背后。这样放置，或者说呢，把它当成一个肩炮来使用。握持的话，就像在手上一样。然后这两枚这种手炮呢，它是可以这样上下进行到滑动的。安插的方法的话呢，一样插拔就可以完成了。还有一个领导模块，这个领导模块设计呢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可以双手呢进行到握持。然后呢，你把它两边的东西给它拔下来之后啊，我们先把它整个人形的背包呢，可能要解锁。解锁之后呢，肩膀要向后延展一点，然后这两块护甲呢就可以向内伸。这个时候呢，捏住它上方这里的滑片呢，就可以把胸口这里解锁。然后呢，这里可以看到两边都有凹槽。好，插好之后呢，将内向内滑动啊，这样它两个形态下呢都可以使用到领导模块。首先，奥利安派克斯整个的头部的话呢，上下左右都可以移动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肩膀这里呢是多段可动。首先向上抬的话呢，是可以根据根部，然后呢，你脱离根部之外呢，也可以这样向上抬。然后前后这里的话，范围呢，这里就是比较遗憾的地方，向前不是很大。如果说这一块活动性更高就好了。手臂的话呢，这里是可以旋转，然后肩胛这里呢独立进行到旋转。外摆内收呢，同样是可以完成。然后手臂呢是可以达到90度，并且呢，我们再看到它这里呢是有一个像液压杆的装置。你把这个手呢往回推的时候呢，杆子就向内；向外推拉的时候呢，它杆子就会被拉出来，有点像一个小联动的关节，全五指可动，并且呢，它是可以这样分开的，所以说可以做出各种手指需要的姿势。它手掌呢是可以前后这样摆动，所以说各种造型的话呢，就做出来非常的爽。腰部这里的话也是超级究极的这种可动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向这边偏，然后再向另外一边偏。然后前后呢，它同样是可以偏。前后我们拔出来之后呢，这里呢也是一个双关节，并且呢在下方呢也有连接点。最后向前弯腰呢，向后呢，向后的话可能需要把这一片呢稍微这样提上来一点，然后呢它这个向后的范围呢也很大。同样呢，你还可以把这个腰部呢直接再向外这样拔一段，拔一段之后呢，它整个的这个做出这种体前倾呢。并且呢，手掌甚至可以撑地的状态呢，完成这种体前倾的动作。当然，在大师级 MP44当中呢，也有同样的结构。这一款呢，可能说是进行到了一定的借鉴，并且呢，在上方呢又进行到了加强。方面的话呢，前裙甲这里是有一段向上滑动的，这一段的话呢，它就只有依赖它的根部有一点紧了，可以向上这样稍微掰一点。当然呢，对可动的干涉并不大。比较遗憾呢，后裙甲这里是为了固定零件呢，这里就没有设计成可动。在腿部、大腿、小腿这里呢，是这款玩具呢比较着重需要给大家注意到的点，大家呢一定要记好。首先，在这个状态下呢，我们平视过去呢是可以看到它里面大腿根部的关节的。这个关节呢，是因为如果说你遮住，当然看不到啊。拉出来，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观察这个侧边的外甲这一块外甲呢，目前呢是向下推到了底。所以在这个状态下的话呢，腿部呢就自然锁住了。它锁定的位点呢，就是在首先，膝盖这里的这一段关节跟下一段关节，然后背后的这里的这一个滑片呢，它其实是可以这样，这个滑片平时可以这样打出来，然后你把它按一下呢，就放进去。在打出来状态下呢，结合前面这里，再加上它上面的盖板在这个位置呢，它这个腿呢就可以锁定，完全不向下滑了。但如果说你把这个膝盖屈膝到很大的范围之后呢，再把这一块呢这样推上去一点，就是滑到这个范围吧，不要推得太死的时候，再把这一块推上去之后。然后整块我们再把它弯动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呢，它这一段呢，它就有一段这样上下可以搓动的这种范围了。这个范围呢，同时会带动膝盖的联动。这个设计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就是为了在站立状态下呢，一条腿长，一条腿短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摆出一些比较自然。因为咱们注意一下自己平时在站立的时候呢，其实重心往往会在一条腿上。它这款奥利安派克斯呢，同样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。再结合腰部的话呢，就可以做出非常拟人的这种姿势了。这就是我对这块盖板的理解。它其实这里呢，并不是我开始想象的那种，就是玩高达的时候呢，你把膝盖往下滑呢，就会带动这个上面的这个甲呢向下压。
它虽然这里也是有这个功能，但是这个功能的话呢，它设计上来说，对它设计上的理解呢，应该是保持2种腿长的时候呢，同时都会锁定。所以这一块的话呢，它是不推荐进行到这种联动的。当然，这也是我个人的理解。好，说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大家也看到这个连接杆呢，就是会让膝盖呢进行这种联动的动作。这个设计的话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颖了。因为开始在拿到这款玩具的时候呢，我以为它这个腿是没有锁定住的。至于脚底板的话，它就是很常规的这种可动了。这边呢，暂时找出来的一些 MMC， 包括官方的一些在 IDW 漫画里面的角色的玩具，可以看到这款奥利安的身高呢，在我的印象中呢，它不应该比威震天高那么多吧？这两个的比例稍微不是很和谐，但是它跟漂移和热破站在一起的话呢，其实还挺和谐的。包括背后的那款六面兽呢，是 R 系列的，相当于是前面的比较非常前期的一款产品。它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呢，其实让我还是感觉挺感慨的。当年呢 ，MMC 呢，它其实在春宵里面还附带了这种小企鹅啊。他们呢，其实如果说一直把这条线维持下去的话呢，就说收集起来的话，也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。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拿出现在比较热门的这款王国的狂飙呢，跟它做到身高，大家呢大概应该心里是有一个大小的印象了。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展示这款玩具呢，它比较简单的变形过程。首先呢，将背后的背包呢，它这两边的卡扣呢进行到解锁，解锁之后呢，整个人的上半身呢，给它2段先提起来，这里先提一段，下面呢我们再提一段，然后呢整个进行到旋转。这个时候呢，它两边这里啊，就是它这个位置呢，就可以给它收进去了。它裙甲的部分，首先呢将头部要进行收纳，这个头的话呢，就利用它背后呢，先将背后的这块零件呢，给它直接打直，打直之后呢，后面整个的这个空间呢，可以尽大范围的这样腾出来。腾出来之后呢，将这一块零件呢向后压，然后把头呢，它就这样收纳好了，很简单的一个翻折。接下来看到轮子的部分，它这里呢是有卡扣的，将这个卡扣收进去之后呢，再把轮子给它翻上来，然后这里呢形成它车的前部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专注于它手臂的变形，把它变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其实都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变形过程啊，没有说特别，它变形上呢其实没有太多让人惊艳的地方。把手呢，它这里是有一个相当于是滑槽嘛，给它滑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手指呢稍微折叠一下。折叠的时候呢，建议呢把这个手指呢折成现在这种形状，方便后续的收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这根连接杆呢给它放到下面去，可以看到呢1、2，它前方是有2个定位点的，就把手臂呢给它放到对应的定位点上呢进行到结合。这也是比较简单的步骤，但是呢，它表面的这个红色部分呢，全部都是漆面。大家在结合的时候呢，尽量注意一点，不要把这些漆呢刮花了，这样呢其实问题也不大。好，然后把前面的这个进气口呢，给它翻到前面来。好，我们将前方的这一块护甲呢向后这样推到底，然后看到呢1、2这里是有2个锁定位的，然后把轮子呢也滑动到它对应的锁定位上。它这些呢都是有卡扣的这种胶带的，这样卡上去。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，先把这里推回去，然后旋转这个轮子的上面的这种挡泥板的零件，这里呢稍微腾出一点空间来，然后上下呢这里进行到咬合。这一片的话，如果前面这一块到了位的话呢，这里的咬合呢就会比较的轻松。好，这里咬合好之后呢，上半身基本完成了。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扣点的，对应呢它这里呢红色零件上半方是有个扣点，然后直接呢把这个东西呢给它这样打下来。好，这里扣好之后呢，好了，关于腿部的变形呢，其实是这款玩具身上呢最难的点，也是呢如果说操作不当呢，可能会造成损坏的点。首先呢，腿部的结构开始已经跟大家讲过，这一块盖板呢它是可以动的，然后呢背后的这一块盖板呢同样也是可以动的。我们拉出腿部的下方呢，可以看到呢它在这里呢是有个滑槽，是腿部前段部分的一个零件，背后的这里一个滑槽呢是它这一块零件安置的位置，所以说在缩回来的时候呢，这一块零件呢是应该到这一块零件这样看得到出来的。如果说你在这个状态下缩回来的话，它就会卡在中间，导致一直按不下去，也拔不出来，非常的痛苦。所以说我们先把这里解锁。解锁掉之后呢，把前面的这一块拉杆呢向线收纳，然后呢检查一下腿前方的盖板呢，把它滑到最上方。这一步呢也是必须要完成的步骤。滑到最上方之后呢，我们再来通过腿部的弯曲啊，弯曲一下，再向前一下呢，这一块盖板呢现在就到前方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腿部的这下面呢给它打开之后，然后整个腿呢就可以往内滑了。
滑动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如果说你前面到位的话呢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伸出来的上面盖板的零件，从这条腿呢就看出这里是没伸出来的，在下方的这个白色的零件呢就会卡到底，这个时候呢再把这个腿呢给它收纳上来，一条腿呢就变形完成了。其实注意掉这些顺序的话呢，它的变形并不难。这一块的设计的话呢，我看到呢在说明书里面讲的其实没有特别的清楚。不知道设计师，我相信啊，设计师应该是有意这样为之，但是呢，这个把玩门槛呢，其实是有一点稍微偏高了一点。好，然后把这里另外一条腿呢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先把这里呢给它放上去之后呢，把这一块零件呢给它卡上去，卡上去之后呢，把背后的这块盖板呢先给它这样放到外面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在同时就是尽量给它弄到最外面的同时啊，把这个腿呢就可以往内缩了。缩的时候，这条腿我这个玩具的右腿还是有点紧，然后呢检查这里是出来的，然后另外一边呢，这上方呢也是出来的，所以说这条腿呢就算是变形到位了，也是卡到位的一种感觉。说这个步骤的话呢，看似简单呢，其实它还是内藏玄机的。很多朋友在手势拿到时候呢，直接车变人之后啊，完全就变不回去，然后大力怼之后呢，就会产生白痕。我这款呢是运气好啊，没有产生白痕，但是后面呢还是在多观察研究之后呢，发现它竟然还是有这种玄机在里面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要把这个整个腿呢向后这样移动一点，然后呢，对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手呢给它收纳下来。这一点的收纳的话呢，感觉是有一点草率了一点。腿的这个零件呢是可以这样很大力往下压，这边是压下去，这边没压下去。所以它这个呀，这个可能零件之间的间隙还是过紧了一点。好，这里确定不能再压了。果然呢，这时密合好了，直接这样收纳上去之后呢，稍微给它滑动一下，另外一面也是一样收纳上去。这两个领导模块的握把呢，就可以收纳在它的侧裙架这里，直接安插上去。它还是对收纳考虑的比较好。然后两把枪的话呢，是要向内这样折到底，或上下方呢，不要直接怼不进去，要上下方这样来扣合。这里。安插好之后呢，这款 MMC 的奥利安呢，就算是变形完成了。在车型状态下的表现呢，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。它至少滚动性呢还可以，但是呢，这个轮子啊，它由于是硬塑料的轮子呢，这样滚动起来看起来轮子好像不会动，但是你在摩擦力高的地方呢，它的轮子肯定是可以贴地滚动的。整个紧实感也不错，甚至呢，刚从盒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它有金属件，但是全部都是塑料的零件呢。它这个塑料用的相当的厚，相当的扎实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肯定是大力掰过的嘛。然后跟这个围城的擎天柱呢摆在一起呢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。其实这款玩具在车形态下呢，我不想跟大家介绍太多呀。我个人感觉呢，车形态不算太有亮点，它只是呢中规中矩的还原出了一款玩具的这种车型。但是呢，它人形态下的这种把玩体验和感受来说的话呢，确实是一款非常有时代进步性的玩具。虽然呢，在它身上的关节呢，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像高达呀，或者说是千棘链呢，还有甚至 MP44啊这种影子，但是呢，就算是一种借鉴吧，它呢在这种前人的高度上呢，做出了一款就是说能够完成一个比较不错车型的情况下呢，在人形态下呢，拥有这种比较超高的可动，而且呢质量还是算不错。而且它这个可动的话呢，不是一般的那种超可动、高可动，弯个腰啊，或者是屈个膝啊就完了。它呢是可以做到很多地方呢都可以做到那种基本上是接近180度的弯折，然后呢腰部呢加上多段的这种可动配合呀，基本上是可以做出所有你想象的变形金刚可以做出来的造型。一款玩具的设计呢，它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一个变形的设计，而是呢它的美型和可动呢也是设计的一部分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如果说喜欢把玩的朋友，在玩到一款很漂亮但是可动很差的玩具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很不太舒服的。这呢，其实也是我个人对玩具的一种需求吧，就是说我希望呢，一款玩具呢，尽量人形态很帅，可动度高，然后呢，载具形态下的话，只要它做的不太离谱啊，然后呢，而且它这个转换过程也比较简单的话呢，对我来说就是一款比较不错的玩具了。加上呢，它跟前面 MMC 的这种所有的玩具呢，它其实都是在一个体系里面可以进行到配合，所以这款玩具的话，对我来说呢，确实是一个必入的产品了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款玩具的感觉如何？这款 R 系列的10周年纪念是否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呢？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。本期视频呢就简单的介绍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